Hello， 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莉莉娅酒后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啊。莉莉娅在这个版本的话前期确实不咋地，但到了中后期非常的猛啊。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出装，然后符文的话也是带3率啊，然后怎么说呢？这英雄现在，而且出了那个灵能投射器以后啊，其实有一定的坦度，再搭配这个那个什么，峡谷制造者持续的一个吸血啊，其实在中后期打团能力是非常强，前期的话就需要苟一苟。因为伤害并不是很高，现在就是这样子。有一些英雄真的，就本来现在这个版本的，因为竞技性提高以后啊，就有很多东西会感觉很拖拉，这样杀人杀不掉，然后什么，然后这边没有前排的话，对面有前排又很难打输出，这里的话对面直接赶来反野。应该是泰坦直接过来反的是吧？因为确实泰坦的话是可以尝试这样反的，但我感觉应该是对方打野过来反吧。这里有眼看到了。两个人已经在这蹲着了，被逮住了。那安妮的话是这个英雄，我跟你说，他出来以后最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仙宫出来的 S10赛季吧，就那时候，安妮当时是巨强，然后之后被削了以后，就是当时刚好又改版嘛，就是改了那个大招，有2段大招嘛，安妮，然后现在整体来说，这个安妮这个英雄现在就是路边一条。就你玩他感觉伤害又不够，然后你控制嘛，他控制又很苛刻，有时候又要第4下那个才有那个控制。他其实应该大招的那个控制不需要说额外的利用那个什么消耗被动，我觉得这个英雄可能会稍微抬一抬的这个。就是大招砸下来，它自带眩晕，然后不需要消耗那个被动的眩晕。这我觉得这个英雄可能会有一点强度，而且现在他秒不掉人，反而而且还容易，比如说像亚索这英雄，靠随便都能反打这个，放个风墙，你说安妮伤害打不全，又没伤害了，而且他的技能耗蓝又蛮快的，你别以为安妮这英雄 Q 技能可以一直刷兵，但你打人的话，你总得消耗吧？消耗的过程中，就那个兵，那个什么英雄的那个什么蓝量就是不太够的，所以要把控的很好，要控蓝频率高一点的话，那个蓝量消耗还是蛮快的。这里的话过来选择反野啊，因为对他去抓了上路。这里的话，因为吃了2组野，就算对面反蓝也是赚的。但应该是反蓝了，在中路直接给睡眠控制，这样的话反杀了。但安妮别掉点的话倒不亏，还是能接受的，因为捡到人头了。他复活没野怪的，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然后就可以接着去吃上路的蓝，像这里面啊，也是用了那个新皮肤啊，这个莉莉娅的新皮肤，手感看起来蛮不错的，大家可以尝试玩一下，喜欢的可以买来玩。反正我看特效还是不错的，满满的中国元素。哎呀，这里又被逮到了，
想跑的话，只要对面没有 E， 没有后续没有 E 的话，因为这个莉莉娅移速是比较快的，而且还是带相位猛冲。哦，这里的话得交闪了。哎呀，这个直播间怎么老是是我的电脑问题吗？还是什么问题？哦，这里一个 Q， 但人头是安妮的，没关系。后续的话，这个辅助是跑不掉的，粘住了就跑不掉了。烫死了，再一个 Q 收掉人头。那其实前期也挺能打啊，感觉。但有个点哈，这是绝活哥在玩，所以看起来操作怎么说呢，就很来劲。如果说换个普通人玩，可能玩不出这种效果。你要明白，有一些东西是有差距的。人家绝活哥为什么叫绝活哥呢？是有操作空间在里面的。面具做出来，开始了。伤害的话，就开始要有伤害了。像莫甘娜和莉莉娅这两个英雄，确实有了这个面具以后，伤害就是两个质变啊！说实话，纯质变。这里的话，来尝试反对方野火龙魂。那这条龙这把的话，龙的话还是很关键的。这里的话又反了一组野。很奇怪，为什么他这个会这种变色？是那个推流的问题吗？就是码率有问题。但不影响我们看高手玩游戏。这里，哎呀。一个 Q 挂上了，烫死。有安妮的熊。赵信的话，前期的爆发伤害还是蛮高的。哎呦，这里的话闪现接挑，最后拿了个 Q， 但后续的话就得看队友了。对面的技能是真空期，赵信这里想捅射手，金克斯的大招还不放吗？刚刚可以放呀。那这样的话队友也被害死了。但把对面的闪现给骗出来也可以了。牛头的话也算是赚了。辅助换对面的闪还是挺赚的。辅助的一个人头换对面一个闪。辅助的闪现有一些，辅助就是那样子，闪现比人头值钱啊。辅助人头不值钱的，特别这个版本啊，辅助的人头真的不值钱。就是各种打架，各种这种没关系，只要 C 位能拿到人头，拿到经济不死，我跟你说，这局就是稳赢。辅助无论怎么死都无所谓，但不能说关键时刻掉点啊，掉点那种真的是那种是真该死。反正有一个点就是，想要在这个版本玩的舒服一些，或者说容错高一些的话，一定是得有前排，无论是上单还是那个打那个辅助位，有前排，你这局就好打很多。没前排，除非前期优势够大，是吧？或者说对面真的比较菜，对吧？那另外一回事。这里的话做大帽准备做出来了。这里的话不能上，必须得让辅助先上。一技能敲中，烫死了。没关系的，让队友吃人头。真的好像是推流有问题。
然后这局我觉得其实挺好的，时间打得够久。我现在最近在挑一些时间打得久一些的，让你们看的会就是一整局来说20分钟起步那种的，会看的会有更有意思一些。现在的游戏时长是比之前整体来说都长了很多，平均来说哈，你如果说你把就是说打低端局那么能 C 那另外一回事，但现在整体来说就是只要你队友有在送的，整体来说时间都是会拖到15分钟往后3、4分钟之后那种，甚至20多分钟。这里的话利用这个外围去刮前排，这里的话还好第一时间是你可以看到刚刚的话莉莉娅的话是就是你团战里面保证自己的血量就是后续操作的空间这里会定住了，看到没有，这就是我前期就跟大家说瑞兹这个英雄很强，瑞兹这个英雄有坦度，然后伤害的话你会发现他这个机制导致他这个英雄伤害就是能出来，你知道吧？现有的机制，所以我觉得玩中单、玩瑞兹这种稳稳的前期又能抗压，或者甚至能压制一些短手的。这队友的话又跑去送了，完了，龙的话是没了。这局整体来说，虽然说小龙控到了，但大龙掉点的话，这局其实蛮难打的。对方上来就直接灌伤害给莉莉娅，一技能敲中以后，后续补上伤害，剩下一个打野，没关系。Q 一技能命中，但太肉了，你看没有？这种有前排和没前排，如果但这局的话是两边都有前排所以你会发现拉扯的很，就是两边都拉扯的很难拉扯。只要不是队友太离谱的话，你都能互相拉扯一下。但只要一边没有前排的话，你像只要有个肉帮你扛完吃完伤害，先进场，或者说不是那种白吃伤害，队友能跟得上的那种然后其实还是挺难打的，就是没有前排的话。我反正给大家建议就是一定要有前排，就算队友不出前排，你中路你就补个前排算了，中路也可以补前排的不是说完全不能补，但崩中路的前排你得看什么样来那个，甚至有时候为了如果队友不差的话，你就可以补。但如果说队友是真的拉的要死的话，就是太菜的话，那你还是稳稳的自己打输出吧，这样还有点希望。如果你也没输出的话，队友又坑的话，那这局说实话，这种就是纯机制局，有可能 EOO 机制。对面的大龙 buff 已经消失了，这局还是有机会的。莉莉娅这英雄发育很健康发育特别好。等把这个做出来，说实话，灵能投射器做出来以后就是那种又肉又臭的，懂了吧？又肉又臭的那个。这里的话直接给大招控住了4个还是3个。一技能再烫，哇！但这里的话，对面伤害太足了，顶不住，太稳了。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版本的伊泽瑞尔，我建议大家去玩。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双排嘛，然后你会发现你的队友说打射手打得好累什么的，我建议大家去玩伊泽瑞尔。为什么？可以自保，不会像只要一技能不乱交，其实很难死。然后大树或者选个那种多控制的应付，
搭配伊泽瑞尔，这个版本就是很舒服。我最近就是那个看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看大树打辅助，然后配合伊泽瑞尔。如果对方想越你这个大树来打的话，大树的所有技能都有控制。Q 技能的话有一个小硬控吧，然后反正就是大招2技能1技能啊，对吧？E 技能的话又有减速。虽然说那个的话，你就给完 W 以后直接丢 E 嘛。这一套下来的那个，然后再搭配，比如说大树带冰川的话，那个也挺能，也能给到那种很重的一个减速。这里的话，直接开大招，这杰斯直接过来找人，被打残了。后续的话有点难打，E技能丢过去，让自己的血量吸一下。E技能命中2个，这里的话他根本不敢，没有太多的输出空间啊！一个泰坦顶在前面，这波的话0换2，对面杰斯切入的机会啊，切入并不是很好。他应该先用 EQ poke 一下，这样如果顺风的话是就可以做这个法爆球，但这里面因为整体来说有点难打，所以还是得出一件肉装。这条龙是碰不了的。第一时间先解决这个前排，对方往后退，前排他们管不到，就利用这种机会啊，用 Q 去刮外层，然后找到机会再去进去。这里的话必须得交闪现。对面的话是射手的话，伊泽瑞的话是水银加净化，等于双净化，太恶心了。就对面这伊泽瑞尔的操作啊，就是这种带水银，然后带那个净化，然后又做水银的这种操作，我觉得你们可以学习一下。就等于双闪现，E技能的话，只要不乱放，其实就是一个闪现嘛。而且优先级很高，伊泽瑞尔的E技能。这里的话少个人，看看能不能推一下中塔。龙的话应该是拿不到了，还是得放这条龙。因为队友这边一直不给视野啊，然后龙的话应该也是得放，还好第一条龙已经拿到了，这把没有火龙魂，然后有火龙魂的话，这局整局其实打不了了。伤害的话，好像这里有个点就是绝后哥认为伤害太低了。还是直接打出极致的进攻，就是极致的防守，准备做法爆球。确实，这里的话，金克斯的伤害一直出不来，你知道吧？可以看得出来，金克斯伤害肯定很低。然后安妮这个英雄，他的伤害就是有限的，他既不是后期大核，然后也不能满足前中期的一个伤害，所以就很离谱。这英雄就路边一条，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是见高手里面是基本没人去玩他，除了为了有一些人是吧，太多英雄了，所以会选择打这个安妮的国服嘛。但安妮国服这种其实还蛮容易的，没什么人玩它嘛。反正我就算平时有个点。你平时排位看到的哪些中单，越是看不到它就是路边一条。这里的话，远古龙拿到了，这波应该是可以翻了吧？但好像还是不太够啊，没有龙。对面已经复活了一个，对面的赵信复活了。对面赵信看他敢不敢单挑吧？过来真来，
直接给大招，一个 W 一个 Q， 收掉人头。哇，这里必须得交闪现，哇，直接给大招，哇，跑不掉。其实有水银的，刚刚终究还是自己大意了。其实他那波有大招过来，直接摁水银可以不用死的。不过有可能他第一时间觉得杰斯不会追那么深吧。这波的话有远古龙，打大龙的话应该还是有点有远古龙吧。哎，怎么时间快那么多？啊，好像不太行。打大龙的时候是应该远古龙是没了的。啊，选择做发包球是吧？他这里的话临时改装备啊，带一下就不带这个叫什么？不带这个峡谷制造者，带那个深渊面具。深渊面具的话是可以减法抗嘛。就全能吸血的话，就是真实伤害吸血不了。像以前的话，莉莉娅的真实伤害有吸血的话，还是蛮舒服的啊！龙又被抢了，我天！炸裂，队友心气都打没了。但金克斯已经起来了，这里的话还能挑，拿到蓝 buff， 对面杰斯很肉啊。这个有点，事实证明带深渊不行，还是得带这个峡谷制造者。这一局的话失误还是蛮大的，三条大龙没有拿到。哎，这里一技能烫死一个。事实证明。哎，法爆球是出来是对的，必须得有个收割。这局里面安妮收割不了，金克斯的话感觉不是很强，玩的是有点菜，所以这局的话还是得靠自己兜底的。时间来到了22分钟了。像有做了面具和 E 技能是能造成伤害的，不然的话 E 技能是没有伤害的。所以莉莉娅这个英雄真的很吃面具这件装备。一技能给到对面瑞兹做了那个王冠那个王冕这件装备确实不好去秒他。这局说实话真的得靠自己补伤害好累，看着都累。这局的话对面打野掉了，其实可以拿远古龙。拿到远古龙的话，这把应该是可以赢了。然后紧接着稳一点的话，可以拿那条大龙再去打团，就双龙会。这里有个点像刚刚那里深渊面具做出来以后，没有吸血，确实打不了这个团。现在这个版本的吸血装备优先级感觉还是蛮高的，除非你是那种纯 C 的那种
就是手又长。但我感觉现版本的射手啊，或者说输出位啊，没几个不带吸血的吧。这波有远古龙的，可以骗对面过来打这波团。这里啊，要让队友扛一下，自己扛的话，哎呦，直接交进化了。不然 W 命中了 ，W 就是打出来的话，直接就没得机会了。这波远古龙的话，队友其实很好在前面打团。哇，这里的话丝血跑开，看到没有？这里面就是没有收集者的后果。对面应该是没有做收集者，伊泽瑞尔是做不了收集者这件装备的。这个版本没有收集者的英雄，就说或者说阵容里面没有收集者，很容易丝血被拉开。好，那这一局就到这了，欢迎大家收看，拜拜。